大家好，我很久没有拍自文字编程的教学视频了，估计已经有2年多了。今天我再录一个关于算法是基于分析的一门课章的一个问题的教程，就是用回溯法求解迷宫问题。回溯法也就是基于递归的深度优先搜索，也就是用基于递归的深度优先搜索方法求解迷宫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迷宫问题，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熟悉了。迷宫问题就是有一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这样一个矩阵，矩阵里的每一个格子有的是通的，有的是不通的。比如你用0表示通，用1表示不通，或者你用1表示通，用0表示障碍物都可以。反正迷宫的格子就是有可行和不可行这2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问题还给定一个起点，起点有的时候假设在左上角，但也不一定在左上角，可以在任何位置，反正起点有一个坐标，就是起点的行列坐标。然后呢，还有一个出口，起点就是进口嘛，然后还有一个出口也是终点，终点通常比如在右下角，但也不一定在右下角，可能是任何某个位置。给了这样一个迷宫问题，现在要求你怎么样求出从起点到终点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在任何一个位置，假设允许移动的方向是东南西北4个方向，不能沿着这个斜线去运动，也就是任何一个位置可以有4个方向。当你遇到迷宫问题，如果是它是相定是在左上角是起点，那么它的方向通常是这2个，比如向上、向右、向东吧，向东或者呢是向下。这个迷宫问题用基于低维的深度优先搜索去求解，就是我们要假设在当前某个位置，假如我们在当前某个位置，假如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如果有4个方向可以移动，我们要尝试向东南西北这4个方向去尝试一下，每次都尝试一下。那么尝试一下从这个位置到东边，然后重复是同样的这个过程，是重复。假如我们从这个位置到东边这个位置，然后对这个位置同样的是东南西北，因为这个新的位置和我们现在当前位置在这里，这个是新的位置，新的位置将来也是重复同样的过程，是用同样的代码，也是用递归的代码去求解。所以假如现在我们处于当前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里，我们就要尝试可行的方向，比如东南西北4个方向。然后呢，我们还要在往东南西北走的时候，还要看东南西北是不是有障碍物，或者呢，有没有被访问过。如果访问过了，我们不能再走了，因为不然显得无限循环。还有呢，就是你向东边走，东边这个应该在迷宫之内，不能到了墙外，是吧？不能在迷宫外面，所以要有一些约束条件，就在走的时候，东南西北4个方向不一定都可以走，是吧？有的是在迷宫外面，或者是访问过了，或者是障碍物，这个都不行。然后呢，我们因为要寻找一条路径，所以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需要记录一下路径，还要标记访问的位置，避免重复。刚才讲过了。最后就是当我们
比如我们从这到达东面，发现东面探索过了不能走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溯，就东面探索过之后，我们还要再回过来，是吧？再探索这个西面，南面、西面、北面。因为我们只要找一条路径，是吧？当发现某一条路径没法到达终点，我们就要撤销，就回退。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首先，我们看一下代码 max， 假如是一个矩阵，是吧？表示迷宫 pose 是一个 x、y 坐标，表示起点 dest 表示目的地，就是终点出口。然后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 pass 用来记录路径，因为我们到达出口，然后最后要看一下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走的。好，现在我们处于当前位置 pose 这个位置，我们首先进来之后要看 pose 和终点是不是相等。如果 pose 已经等于终点了，说明我们已经到达终点了。那么找到了，我们可以把这 pose 比如加到那个结果里面。假如我们要寻找多条路径，当然我们如果不寻找多条路径，这个就不需要了。我们这些就是不要管了，反正这个时候直接返回就表示 pass 找到了。如果当前这个 pose 当前位置如果不是终点，我们就要看当前位置是否是越界，或者遇到障碍，或者已经访问过，是吧？如果是我们到达某个位置，发现它是无效的位置，那么也不行，就返回 false， 就这个当前位置是不通的。否则我们当前位置是可以行的。那么我已经进了这个当前位置了，对着当前位置我们这个是有没有访问过还是没有呢？就是这两个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表示当前位置是否未界或遇到障碍或者访问，这个是表示已经访问，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是表示这个。好，然后我们现在上面这个位置是合法之后，我们到了这一步就是做一下标记，因为我们现在就访问这个位置了，做一下标记，然后呢把这个位置 push 到这个 pass 这个路径中去。这个路径采用的是对战，这样保证呢我们最后到达的路径是在站点。将来我们回退的时候，正好从这个回退就是从 pop 之后就把最先走过的位置呢再弹出去。好，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首先就记录了这个位置的访问标记，表示走过这个位置了，是吧？假如我们处于这个位置，表示要做一下记录，是吧？比如做一下记录，然后呢还要把它加到一个路径去，然后我们对这个位置的东南西北这个方向每个都要去探索一下。比如从这个位置，我们下面要东面去探索到达一个6 pose， 这些6 pose，for 这个6 pose。我们重复同样的过程，就调用同样代码，max 传给它6 pose 的，现在是新的。假如我们低位调用，就是到达新的位置，调用同样的代码去对6 pose 这个位置再去进行同样的处理。然后如果这个返回 true，返回这等于 true，表示路径找到了。路径找到，我们假如只要找一条路径，我们这里就直接return了，不要再找了，是吧？整个这个函数就结束了。这样呢，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条路径就行了。如果这个返回的是 false， 比如在这里有 false 嘛，是吧？有比如未接啊，遇到障碍或者已经访问了。如果是 false 的话，那么这个条件不满足就不会返回，我们又回到这个 for 循环，我们再去尝试南面。这个时候实际上又回到循环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回溯，就是我们先比如到这里返回 false， 我们实际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实际上又回到 pose 的位置了。对这个 pose 的位置，我们再往南面走一下，又产生一个新的6 pose， 是吧？这个是新的6 pose。对这个新的6 pose， 我们再调用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失败了又是 false， 然后我们又回到这里，又回到 pose 位置了，是吧？又回到
这样又回到 pos 位置，对着 pos 位置，我们再往这个西面再来得到一个新的 new pos， 这个是 new pos， 把这 new pos 再传给这函数，再去进行这个递归求解。好，当推出式循环之后，如果我们整个函数没有返回，说明这个位置呢，它的东南西北都是不通的，都失败了。说明这个位置呢，这个当前 pos 这个位置，就是当我们这个循环最后失败到达这里了，没有从这里返回，是吧？如果从这里返回，说明成功了；如果没有从这里返回到达这个位置了，说明我们又回到这里。但是呢，它的东南西右方向都返回了 false， 都没找到递归下去，没找到路径，就是说明这个位置也是不通的。这个位置不通，但是这个位置之前我们已经记录到路径了，而且做了访问标记，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可能是从其他某个位置来的，我们还要再把它退出去，所以把它的访问标志升 false， 路径 pop 就把这个位置就退出去了，就回到当时进了这个位置的某个位置。比如当时一开始假如是从这个位置进了的，那么当我们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东南西北两个这个发现已经走过了，所以没去，所以就回到这个位置。回到这个位置把它退掉，从路径里面一个 pass 路径里面，是吧？假如这个位置在这里的，把它再弹出去，弹出去实际上就是回到它前面这里某个位置了。好，这就是这个基于递归的深度优先搜索的它的求迷宫问题的这个代码。这个代码伪代码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采用递归方法，它的代码写起来就比较简洁。下面我们来看它具体的执行的情况。一开始我们这里一个maze 是吧？右上角这个是一个迷宫。然后呢，之前我们这个 visit 忘了说了 ，visit 要么是外部变量，要么你可以从这作为参数存进来也行，是吧？这个 visit 就是访问有没有访问过。我们 visit 和那个 maze 是一样的，是一个矩阵。假如一开始我们 pos 假如70400，我们执行这一段代码看70400 pos 00执行过来，然后目的地假如是这一点啊。现在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不等，所以就看下面这个是不是这个无效的，是吧？如果无效的或者访问过的就返回false，都没有，是吧？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因为 visit 这个值都是零，说明没访问的，它也在迷宫里面，又不属于 get 的，是吧？这三个条件检查，说明当前这个 pos 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就是一开始起点这个位置是在迷宫里没有 get， 而且也没访问过。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把它的访问标记这里设一下，变成1。然后呢，还有一个路径输入，这个路径这个对战呢，我们要把这个 pos 位置放进去。好，执行之后，这个路径对战放进去了，然后这里呢是乘1了，注意看到。我们执行这代码，一步步执行它。然后我们 for pos 位置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因为我们这是做动画，我们假如就往东和南，西北我们就省略掉了。假如我们就规定就从向东和向南2个方向探索一下，是吧？4个方向探索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动画呢就是会变得非常长，所以我把它简化成假如进2个方向，因为我们是在左上角嘛，2个方向肯定能到达这里也可以的。所以假设我们只要是东南2个方向，所以在 pos 这个位置我们也向东去探索一下，就说从 pos 我们得到一个 new pos 在这里，是吧？要产生一个 new pos， 就这句话的意思。for 每个方向 for 东面这个方向我们产生一个 new pos， 那么 new pos 得到了就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又进了这个递归函数，就又回到这个函数，但是这个函数的位置是 new pos 的。好 for 我们向东探索，现在我们看，现在我们又进了这函数，这个函数的 pos 是之前这个 pos 向东过来的产生的一个 new pos， 但是现在我们进了它递归函数嘛，现在就进了这函数了。现在我们进了这个点，对于这点来说，它的 pos 就是
刚才那个 pers 的6 pers 东面的位置。好，现在我们进了这里了。第一步，先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中领，中领是这里，不是，是吧？这个检查过来不是，然后看是不是有效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效的呢？是不是越界没有？是不是遇到障碍物了，是吧？这个它遇到障碍物了，所以在这里 return 一个 false， 也就是函数马上就结束了，从这里就返回结束了，就是回到之前调用它的那个位置，又回到 pers 等于00的这个位置。然后 pers 等于00回到刚才是什么？就是刚才这个函数结束了，是吧？6 pers 等于01的那个位置结束了，然后呢又回过来了，回过来之后 pers 又回到原来，这就是回溯嘛，从刚才这个位置又回到这个，从这个6 pers 又回到 pers 了，就回溯过来了。回溯过来对于这个 pers， 我们再把它和蓝面再结合起来 ，pers 和蓝面结合起来产生一个6 pers， 那么这个6 pers 在这里。那么对这个6 pers 我们又调用同样这个递归函数，所以又进了这函数了，所以我们把6 pers 除为这个 pers， 又进了这个 pers， 进了这个 pers 这个位置。对于这个位置我们是同样的过程，就是执行同样代码，先检查这几个是不是目的地，不是，是不是有效的位置，是不是遇到障碍物没有，是吧？是不是访问过？这个有没有访问过呢？我们看访问标志，它是0，没有访问过。好，说明这个6 pers 是一个没有访问过的，就是在强烈的也不是障碍物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访问它一下，把这个标记是乘1了，是吧？之前呢是0，现在是乘1。然后呢，把这个6 pers 所在的位置就是10嘛，这个坐标就 pers， 把这个 pers 它的位置10 push 到这个对站里面，这个是暂定。好，这样进来了。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当前这个 pers， 就这个 pers， 我们也要向东和南去尝试。我们先向东尝试，从我这个 pers 向东产生一个6 pers， 是吧？就我们是向东产生一个6 pers， 这个6 pers 就是11了，坐标是吧？然后我们进的这个函数，好，6 pers 是11，也就我们又进的是函数。那么对于这个6 pers 这个对应过程，那么11这个位置过程，那么它的 pers 就是11了，是吧？又进来了。进来它的位置仍然这个几个检查一下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之前没访问看一下，这个是0，是没有访问过，然后呢这样变成1，设一下访问标志，然后呢把它11这个6 pers 的位置要 push 到在表示它是最后一个走到位置 push 到在里面。然后对于当前这个11这个 pers 位置，我们同样的要执行下面循环。这个循环就对这个位置的东南西北去尝试，在这里就是东和南去尝试一下。先东面，然后产生一个6 pers 就是12，那么我们就进了这个12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同样的12这个是没有访问过，是吧？也是有效位置，我们又把这个它做一下访问标记，把12放进对站里面。然后对于这个 pers， 当前这个12这个 pers， 我们又要产生它的东面又产生一个 pers， 这个6 pers 这个时候13，所以下面我们就进了这个6 pers 13的这个递归过程，是吧？这个时候 pers 就13了。那么对这个13，同样它我们看一下访问标记是0，而且是不是障碍物，是吧？这个13不是障碍物。是吧？而且呢，它是在里，不是13这里是障碍物了，不行了，不是它是这个不是障碍物，这个我搞错了，它不是障碍物，又到这里了，到这里把它设成1，把13放进来。好，然后对于这个13这个 pers， 我们同样要向它东面尝试，就得到这个位置，然后进了这个叫14了，14这个位置，好，这个 pers 是14。但是现在我们看14在检查这个时候是否越界，它已经越界了，是吧？这个函数会检查它是否越界了，那么它就直接返回了，返回到调用它的这个上一个过程。调用它的是它当时怎么来的呢？这个是从这里这个函数调用的，所以又回到13这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又回到13，就是又回到这个过程，回到13这个过程，然后它还要向南面再去探索，所以下面我们在南面探索又产生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223。好，进了23这个 pose 的过程，那么23 pose 我们在这里发现它是有障碍物的，我们看执行了有障碍物，所以退出去了。所以23这 pose 执行完之后，因为它不是球嘛，球我们就返回，不是球我们还要再循环的，又回到这，这样它的东和南面，就这个位置的东面和南面都已经探索过了。假如它这两个方向东南，那么这个过程就结束了，结束。然后就到下面这一步，结束说明它的东南都是不通的，所以下面我们到了下一步，就是从这个位置到它的东南方向，就它所有的方向是不通的，不通这个位置肯定不可能通的，所以这个位置要把它从对战里这里要把它弹出去，它的标志也要把它抹除掉，是吧？就执行这一步。这一步，然后我们执行这个 return false 返回到就这个位置肯定是不通的，不通的要返回调用这个的它的上一个递归函数，上一个递归函数是什么？是在这里，所以又回过来是吧？是执行这里的，执行这里的时候是13是吧？13这个位置失败了，返回的是 false， 不能返回去是吧 ？false 属于不可能 return， 所以又回到这。那么这个位置它的东面又回到这个13这个12这个位置，这是13是6 pose 嘛，它的原来这个 pose 的位置就是12，所以12的13的东面不行了，我们在南面再来一下，所以下面又产生一个12的南面那个环的面好像漏了，是南面它来了一下，实际上也进去了一下，就是23也失败了，环的面少了一个，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它就东面南面就都失败了，然后这个位置我们就执行了这段代码，说明从这个位置向它所有可能方向最后也肯定失败，不可能通到终点，所以这个位置也要把它回推删掉，把这个也是从1设成0，看本来是1设成0，是吧？也就这个位置把它也擦掉了，不可能通的。然后这个12这个位置怎么来？是通过这个11这个位置来的，就是在这里当新的 pose 等于12的时候，它返回又失败了，我们又回过来，回到11这个过程，回到这个 pose 等于1的这个过程里面。pose 等于1的刚才这个是东面已经探索过了，我们还有一个南面没探索，也就这里还要再探索一下。所以下面南面探索一下，就是从这个11 pose 产生一个6 pose 是21，所以下面6 pose 是21，这里6 pose 21，那么进了21的这个递归过程，所以这个 pose 是21。那么这个过程同样我们是21，它是没访问过，而且是它不是目的地，所以你看这是都没问题，没访问过又没有障碍物是吧？21它没有障碍物，又没有访问过，所以下面我们就把21这个呢要把它放到路径里面去，这里放到路径去，它的这个标志也要设一下，表示现在我们走到这个21这个位置了。好的，这个21这个当前的这个 pose 第21这个，然后我们还要执行下面的向东区这个幻灯片这个出来，然后6 pose 就是22，是吧？22到这里，22这个幻灯片这个22到这里，是吧？进到这边是22之后发现它是障碍物嘛，就这里22它是障碍物就直接 return false 又回去了，就是这里6 pose 刚才是22失败又回来，就从这里向东失败了，从这个21，然后我们这21向南产生一个6 pose 就是31，是吧？这个时候是31，好，然后进了31这个过程刚才进来就31 pose 等于31，pose 等于31，它仍然是
未访问过，而且这不是障碍物，是吧？这不是障碍物，所以这里都通过了，我们就执行这里了。把3E push 到对站里面，然后3E 的标志从0是乘1，是吧？本来你看是0是乘1。然后对于3E 这个位置，我们还要去探索它的东和南，先探索东面，产生 new pose 就是32，所以进来32，实际上到这里，然后就是到这里32，换的面好像少了一点。好，进了32，就是32同样未访问过，也是一个合法的范围未访问过，所以我们把32也 push 到对站，然后32的标志也是乘1。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pose 等于32，我们同样的从它的相东产生新的 pose 就是什么呢？就是相东就是42了。我这个好像换的没有点错，32，不是，这个是33，从这里就产生一个新的位置33，从这个嘛相东产生一个33，所以这个6 pose 是33，像我们进的是33的，这样进了33的这个过程，进了33，我们33 pose 目的地也是33，这个就相等了，所以到这里这个就相等了。相等，我们把路径比如击落下来，然后返回 Q， 返回 Q 就返回调用它的函数，调用它的函数是这个32，就返回调用它的32函数里面去。这个时候注意啊，我们这个 res 是这里一个 res 把路径这里把 pass 放进去了，是吧？然后return Q，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它的父亲的函数，就是32这个递归函数里面，是吧？这个6 pose 是33嘛 ，pose 是32，回到这个32这个函数里，回到32函数，我们发现它返回的是 Q， 那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函数呢也返回了，所以32这个函数又返回调用32的那个过程，就返回 pose 31的这个过程里面，就 pose 31这个过程里面，然后。pose 31过程，它然后返回的也是 Q， 因为返回的是 Q 嘛，所以都是 Q， 所以 Q 它又推回这个是6 pose 是32嘛 ，pose 是31，pose 31，然后又要推回它的父亲过程，就是21，就这个 return Q， 就从这里就 return 就返回了推回它的父亲的那个递归过程，就是21。那么21这个也是的，21是当年是作为这个函数的一次调用执行的，也返回去，所以21又推回到11，这样不断推。11又是作为这个函数的相东发的，就11这里是11嘛，是吧？它是然后到这个01，是吧？01就到00，这样去调用了我们。递归调用的最开始的那个函数，因为递归调用函数是一个不断嵌套的这样的过程，就到了最外面这函数，它返回的是 Q， 是吧？这个是什么？01的返回了 Q， 是01的返回 Q， 所以在这个 pose 00里面它直接返回了，所以 pose 00到这里返回了，是吧 ？pose 00到这里返回了，返回之后，我们现在看一下。pass 路径里面是不是击落了这个位置00、10、11，是吧？然后呢21，然后是31，然后呢是32，但是少了一个追踪的，就我们这种按照这个伪代码追踪击落的是路径的不包括终点的这样一个路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isit 的访问数组里面，实际上我们把 visit 的访问数组输出来，是吧？这里面都是1，其他都是0，所以 visit 的这个数组也能看出来，这个直观的看出来这个路径是什么样的，到达它终点当年没有设置。追踪的是在这个里面，是吧？这个两个一样的。好，这就是迷宫的递归调用的一个伪代码的一个动画的解析。通过这个伪代码的执行过程，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就是递归的深度运行或者说回溯法求解迷宫的这个算法它的思路。
它的完整的微代码，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在 GitHub 上去看吧。GitHub 上是吧？我这里一个 DAI 的这样一个公开的算法实际课程的一个网页，是吧？这里有算法实际与分析的课程的这个网站，是吧？这里，这个是 B 站的课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帮我的课程推荐一下，是吧 ？B 站我有3个课程，好像是从前年不知道去年7月份传上去的，我也记不得了。传上去之后我就不管了，是吧？有2门数据课，还有算法实际与分析。我的课程都是采用像我今天这种讲法，是吧？在讲算法的时候也结合伪代码，还有代码实现。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代码实现我就不实现了，是吧？伪代码我们懂了就行了。如果你需要看代码，我们可以点这个代码，我把代码放进来了。看一下这个迷宫的这个问题，代码过程，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我们这个回溯法也叫 backtrack， 就是基于递归的深度 U 型并列，它的代码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采用 Python 写的，所以它的函数有的参数就在外围，就外围就是指的参数，比如 visit 啊、pass 啊，是在它外围了，是吧？包括求迷宫是外面函数，但主要的是这个递归函数是这个函数我们只要从一个起始的坐标就行了。是吧？首先我们看起始坐标就是我环里面那个 pose 是不是等于终点 end， 是吧 ？end 在这个函数里存进来的，是吧？如果是的，就是到达终点。然后呢，当然它这里把终点也放到路径里面去，是吧？至于我们然后在这每个位置，因为终点不去并列了，我们之前那个漏了标记里面漏了一个嘛，是把它终点也放进去。我们之前路径里没有终点，现在把终点到达终点的时候把终点也放进去，这样路径里面就包括了终点。这里和我们换的面稍微有点不同，换的面呢，我们是这里还检查这个位置，当前这个位置是在这里，我们直接假设这个位置是合法的，是吧？把它做一下访问标记，是吧？就是假如我们这个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它没有问题，既不是掌握，也是在迷宫里面的，而且也没有访问过，所以我们这里直接设访问标记，然后把这个位置加入到路径里面去。那么它检查是否合法在哪里呢？是在这里，就是我们算法实际分析课讲的是吧？检查这个从一个状态到达子状态是吧？检查通常我们是在要进的子状态之前检查这个子状态是否合法是吧？在这里是吧 ？is valid， 在这里检查子状态是否合法。就回溯法的减值啊，减值我们从一个状态进了它的子状态的时候，在进了子状态之前检查是吧？而我们刚才幻灯片上呢是进了子状态之后再检查，这个就是刚才代码是把这个检查代码放到这个函数里面去了，现在我们等于放到它的外面了，是吧？刚才我们看这个是这个检查的这一套，这个放到这个函数里面来了。而我们这个代码是放在它的外面，和这里和这个如果它是 true 是吧 ？backtrack 就从这个新的位置，这个新的位置去递归的时候，如果是没问题，我们就返回 true，否则我们再去看它的下一个方向，这样每个方向去来。那么它的方向是怎么来的呢？这种 direction 这个数组，它也是-10-1-0---1什么，反正是上下左右啊，或者是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把它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只要把 pose 的当前 pose 位置加上这个 direction 的每一个，就才得到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它这里 for direction 里的每一个方向是吧？比如 x 是1 y 是0，那我们把它加到原来的坐标上去，就得到新的坐标，是这样来产生的。这里和前面一样，当所有的
这个当前 pos 的所有的东南西北弹出都是失败，说明这个 pos 的位置也是失败的，所以这个 pos 要从路径里弹出来，返回标志是成 false， 因为这个 pos 要从这个 pos 彻底退出去了。好，这就是和我们 find main 的代码基本上一样的。这个检查后发现，一个是放到这个里面的 backtrack 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是放到外面的区别。好，这是一个递归函数。那我们总的外面的函数怎么调用呢？就是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backtrack 输了一个起点的坐标传给它，那么它就产生调用，产生一个，如果返回一个 true， 那么那个路径里面就有相应的路径的，我们就返回一下路径，是吧？这个是总的这个函数，这个是外围的总空函数。然后这里一个测试代码，好吧？测试代码我们给了一个迷宫，是吧？起点是00，迷宫它的起点是这个，假如00，中点坐标是33，然后我们调用刚才这个 solve mass 这个总空函数，把 mass 起点中点传给它，是吧？然后它会返回一个 pass， 是吧？返回这个 pass 如果不是一个空的路径，是有的，我们说路径找到了，把它输出。这是 Python 代码 ，Python 代码写起来简单一点，你用其他代码也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就来运行它一下。Python Online， 我们选择这个 Program Z， 这个感觉比较好一点。把代码复制过去，运行一下。好，我们看它的路径对不对？00就这里的00的位置，是吧？然后呢是10就是是这个位置，是吧？然后呢是20，放大一点啊，20就是下面的这个位置，是吧？这个位置，这个20。然后呢是21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呢是22这个位置，然后呢是23这个位置，然后呢是33就这个位置。看它走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是一条路径，确实是一条路径，把它找出来了。这个代码它就找到一条路径就行了，但是有可能从起点中里可能有多条路径，比如在这里从这向上向右，然后再向下也是一条路径，它没有找出来，因为它这找到一个路径就返回了，就不会继续去这些呢。你看一下这个，是吧？这个从 pos 如果它发现从它的一个方向就找到了一个 return 一个 true， 那么这个函数就说这个被调用了这个递归函数就说 return true， 那么整个外面这函数呢也 return 了，所以只要找到一个它就说了，就是没法找到所有的，所以要找到所有怎么办？你这里就不要 return true 了，是吧？把 if 等于 true return true 这个就删掉，是吧？这里也是的，这里也不要 return true 了，包括这里也不要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了，是吧？在这里我们就要把 pass 加到这里面，是吧？要相应的改一下。好，下面改的代码也给大家看一下。你只要不 return， 那么就可以看。我们看一下，看在这里就没有 return true 了，是吧？当遇到终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路径放到一个路径的集合里面 ，all paths 就所有路径的一个集合放进去。然后呢，把 path 里面的 pop 最后一个弹掉，再退回去，因为这个时候到达终点了嘛，我们要把终点弹掉，再退回到达终点的前一个顶点，以便再去探索其他的路径。就是看这图啊，是吧？假如我们到达终点了。终点已经加到路径了，我们要把它弹出去，然后要回到它前一个顶点，从这个前一个顶点再去探索，就是这里用的不是 backtrace， 而是 find path 和 backtrace 一样的，就是再回到这函数，比如到达终点就说了，然后还要再回到这个上一层函数里面。
是吧？所以在这里要把中领就是这不是要把它弹出去，路径。日并继续提回去，发现其他的，所以这里注意的区别就是把中领在这里加进去了，然后中领又把它弹出去，回到它的上一层低位函数。然后在每一层低位函数，我们这里没有 return， 直接就发现了就行了，是吧？就发现了之后，然后一直下一个方向，下一个方向，就所有方向都会探索，不会像刚才那样，只要一个方向探索到了，其他方向就不探索了。现在是所有方向都会探索一遍，其他的都和前面的一样的了，是吧？没啥区别了。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来测试一下。好，现在我们看它有2条路径了。第一条001020就是刚才这个向下，然后这里向右，然后再向下。第二条就是00010203，就是一直向右向东，一直向东，是吧？然后呢是132333，就是这一列，然后再一直向下，是吧？所以2条路径都找出来了。它这里只有2条路径，你看一下。是吧？这里只有2条路径，是吧？2条路径都找出来了。好，这就是基于递归深度运行搜索求解迷宫问题的这个算法的讲解。递归深度运行搜索也称回溯法，回溯法和递归深度运行搜索它的区别呢，一般呢主要把它分成2点。一个是回溯法通常需要记录路径，而普通的基于递归的深度运行搜索呢，就是把比如一个图的所有顶点并列下，不需要输出路径，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回溯法往往需要减值，就是说比如我们刚才遇到某一个没法访问了，是吧？遇到障碍物了，就直接退回去了，不会再从障碍物再去探索了，是吧？这就是减值。而我们一般的图的那个并列，它也有基于递归的深度运行并搜索，但是呢，它就不会减值，因为它需要把所有顶点都输出一遍，所以这是2者的主要区别。好，最后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可以给点赞一下，最好能帮我这个课程 B 站的课程推荐推荐。B 站也有3个课程。好，谢谢大家。